山火爆发，消防员会如何处理？首先让直升机泼水，如果火情太大得不到控制，消防员就必须上山砍树、拔树，把可燃物全部清除，一条防火线就被挖出来了，然后在防火线上浇油、点火，接下来就是等待。等消防员放的火朝着山火奔去，两头火燃过的地方全都被烧成废墟，待它们相遇，然后融合，没有了可燃物，山火就此熄灭。这就是以火攻火，而这一切看起来轻松，实际上极其危险。大山上的风说变就变，如果在挖防火线的时候突遇强风，山火就会像一头猛兽直扑消防员的位置。要是防火线还没挖起来，消防员就只能用防火罩把全身裹起来，将脸埋进土里听天由命。作为山火消防员，他们时刻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可即便如此危险，依然会有人想加入这个队列，因为这个职业很伟大。这天，消防队基地来了一个外人，他想要加入，成为一名山火消防员，但一名队员只盯着他看了3秒，就判断出这人不是做消防员的料，因为他很明显是个瘾君子。队员上前拦住他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满员了，请回吧。男生道了声谢，满脸歉意的转身离开。但这时，队长打开办公室门，叫住了他，他想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。队长开始面试男生，问他为什么要来这儿。男生开始讲述他的经历，他叫麦克，这一生犯过很多错，前不久因为吸毒和盗窃被抓，但刚进监狱不久，他得知前女友生了个女儿，自己成了爸爸，一被保释出狱就赶到医院。他知道前女友不会让自己见女儿，所以悄悄看了一眼。那一刻起，他的心境变了，他要保护女儿，成为女儿心目中的英雄。麦克很诚恳，队长决定考验他，只要他能跑到山顶就留下。接着，整个7组在队长的带领下开始训练跑山，队员们跑得又快又稳。这种坡度的山对于他们来说如履平地，但麦克长期吸毒，体力极差，别说跟上山火消防员的步伐，普通上班族都能甩他一条街。刚跑一会儿他就被甩得老远，麦克只能拼命的跑，但这样的运动量他受不了，跑了一路吐了一路。消防员们到了山顶好一会儿，队长向下望了望，没有麦克的身影，看来麦克是放弃了。他指着眼前的山林对消防员们说道，这里很美，对吧？在普通人眼里是美景，但在你们眼里它只能有一个名字，可燃物。说完他带着队员们下山，在下山的路上，他们看着跑得歪歪扭扭的麦克，队员们都忍不住想笑。傍晚，等在山下的队长和2个队员说，都几个小时了，这家伙应该不会来了。可就在他准备关门时，麦克喘着粗气来了，他几经虚脱，强撑着拿起手机给队长看，是一张自拍，在山顶拍的。队长欣慰地拍了拍他，回去休息，你被录取了，明早见。麦克很兴奋，他没有回家休息，而是到超市买了一堆婴儿用品，悄悄放在前女友家门口，然后像丧尸一样走了。没办法，他腿太酸痛了。麦克正式加入消防队，但队员们都看不起他这个曾经的瘾君子，因为他跑个步都歪歪扭扭，看起来像个小妞。麦克也不在乎，每天跟着训练，练体能，练力量，别人训练2小时，他就训练5小时。不久后，队员们再也别想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了。这天，麦克照例来前女友家送东西，隔着门，他听到婴儿的哭声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！但他知道前女友不想看见自己，放下东西离开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前女友正在窗帘后面默默看着他，他看到了他的改变。很快，麦克迎来了他的第一次灭火行动。美国的奇里卡华山突发山火，火势蔓延得很快，如果不管，山火会波及附近的小镇。消防7组接到命令前去灭火，因为没有路，消防员乘坐直升机前往火场中心。从天上看，山火是如此的壮观，一只鹿正在拼命奔跑，他的家园正在被大火吞噬。第一次执行灭火行动的麦克有点害怕，而队长是他的镇定剂，只要他在，麦克就会勇敢许多。下了飞机，队长一刻不敢休息，带领队员开始紧张的布置山火改造工程。可还没砍2棵树，对讲机就传来暴风将至的消息，也就意味着山火会提前烧到附近小镇，现在改道肯定来不及。队长见过山火的凶猛，也见过老百姓被迫放弃自己的家，他决定改变策略，以火攻火。他让队员用最快的速度挖出一条防火线，砍树、拔树，清除附近的可燃物，然后浇上汽油，点火。他们放的火慢慢朝着山火奔去。这晚，他们在山里露营，看着2头火慢慢融合，直到熄灭。第2天一早，他们就前往火场中心巡查，检查有没有复燃的可能。麦克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灭火，但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在一棵枯树倒下前救了队友一命。检查完后，直升机来接他们了，可麦克的头盔绑带死活找不着。根据规定，头盔没有绑带是不能上飞机的，于是队友用胶带帮他固定头盔，这看起来很滑稽，队友们毫不掩饰的笑了。这时，大伙子掏出一条绑带，你是不是这玩意儿不见了？原来是他故意藏起来了。见状，队员们笑得更大声，这并不是嘲笑，而是他们彻底接纳了麦克。麦克也很有礼貌地回应了他们。回去之后，麦克顾不得洗脸，又买了点婴儿用品送到前女友家门口。但这一次，门打开了，前女友抱着他们的女儿走了出来，他让她抱，他想伸手，但又嫌自己太脏。前女友说不脏，然后把女儿递给了他。看着女儿，麦克心都要化了，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。不过，身为一名山火消防员，他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还没陪伴母女多久，科罗拉多大峡谷发生了火情。身为消防员，只要有火，休假就结束。他们立刻前往火场，赶在山火前挖隔离带，把它逼往峡谷方向。任务完成后，队员们坐在峡谷边，看着一棵棵燃烧的树落入峡谷，意味着这场山火就此结束。这在他们眼中才是美景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山火时有发生。麦克跟战友们不是在参与灭火，就是在去灭火的路上。他们并肩作战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山火。有一次灭火行动中，一棵千年大树刚好长在防火线上，他们熟练地挖好防火线。不久，大火像猛兽一样扑来，但也只能在队员们挖好的防火线前乖乖熄灭。千年大树被救下，队员们都很有成就感，在千年大树前合影留念。麦克越来越喜欢消防员这个职业，女儿也慢慢长大，但由于长期不在家，女儿看爸爸就像个外人。麦克陷入两难，一边是热爱的事业，一边是挚爱的亲人。思虑再三，他决定放弃事业，因为女儿的成长不能没有爸爸。他去找队长，但被队长一顿臭骂。踏入消防队大门的一刻，就应该有心理准备。每个队员都有家人，可没有人抱怨，更没有人退缩。其实说是这样说，队长又何尝不苦恼？他也有家庭，也因为长期回不了家和老婆争吵，老婆一直想要个孩子，他都满足不了。这次麦克提出想法，他也动摇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接到紧急通知，一场山火需要他们去支援。队长答应老婆晚上会回家吃饭，而且他最后再带队1年就回归家庭，好好弥补这些年亏欠的陪伴。到达任务地点后，队员们开始熟练的挖防火线。队长找到麦克，为昨晚的责骂道歉。他骂的不是麦克，而是他自己。等这次任务结束，他就帮麦克调换岗位，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很快防火线挖好了，他们准备再次使用以火攻火的方法。然而刚点好火，就被灭火飞机当成山火给扑灭了。这一块地被淋湿，没办法再次点火。队长派麦克去高点观察火势，他们则去另一个山脊重新布置防火线。麦克来到山顶后，开始测量温度和风速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突然一股山风袭来，不仅加快了山火燃烧的速度，还改变了方向，正朝着观测点快速袭来。汇报了危险情况后，麦克迅速撤离。可人怎么可能跑得过山火？他很快就被大火追上，四面都是火墙，他被包围在中间，浓烟呛得他快要窒息。好在消防5组的人发现了他，将他救到安全区。而小队就没这么幸运了，虽然接到麦克的危险通知，但时速80公里的山火切断了逃生路，像洪水一样涌来，逃是逃不了了。小队只能原地开始挖隔离带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看着眼前的巨火，队长下令使用自救方案，队员们纷纷丢下挖掘工具，拿出防火罩，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将脸埋进土里，等待老天的恩赐。火焰瞬间从消防员们身上掠过，呼啸的声音大得犹如马力全开的战斗机贴在耳边，温度更是高达500度。大火熄灭了，原本生机盎然的山林变成一片废墟。救援队找到了山火消防队的位置，19个防火罩安静地趴在那儿。Yeah, go ahead. Panic on scene. 19. Confirmed. 听到这个噩耗，麦克从崩溃到愤怒。他作为小队的一员，却苟活了下来。队长的妻子也崩溃了，她本来还在等丈夫回家吃晚饭。所有队员的家属都聚集在体育馆，他们不知道唯一的幸存者是谁，就在心里默默祈祷是他们的家人。有人劝麦克不要去，但麦克坚持要去。他要让战友的家人们接受现实，早日走出阴霾。来到体育馆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推开门，喧闹的体育馆瞬间安静。他打破了人们的期望，无数双失望的眼神打在麦克身上，犹如子弹一样沉重。这部电影《勇往直前》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2013年，美国亚利桑那州森林大火，19名消防员被大火吞噬，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7岁，最小的也才21岁。他们成为了英雄。其实哪有什么英雄，他们并没有超能力，只是普通人换上了一身英雄的衣服。消防员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，山火消防员更是，但他们义无反顾，从未退缩。